嗨，大家好，我是江军医师。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就是聊大家几乎很多女生做一辈子的事情，叫做减肥啦哈。当然，减肥的方法百百种哦，有人做这个方法成功，有人做这个方法成功，有人做这个方法失败。明明有一样的方法，为什么会失败呢？我还在讲哦，减肥要量身定做才可以啦哦，因为每个人试的方法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哦，因为执行的方法不一样，有人可以做到，有人做不到，因为大家生活习惯又不一样，大家工作又不一样嘛哦，所以我觉得减肥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适合你的方法，这个方法而且要可以长久执行哦。当然，我们可以先看一些明星用的方法哦，比如说最近各位可能有注意到Markio，各位有没有看到以前的 Markio 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的圆润的哈，好不好？那你有没有看到最近他又上电视了嘛？他从60几公斤变成42公斤呢，瘦了25公斤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是有点过瘦，然后看起来因为有点脸颊有点凹下去，我是觉得有点过瘦。我觉得他可以再胖回来5公斤，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点哦。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呢？看一下哦，他自己也有讲啊，他是教大家不要再学他了，因为他用的方法是蛮极端的哦。第一个哈，他用了5种方法哦。第一个，他断食了5天哦。因为大家有知道嘛，有人用减肥的方法用断15天吃2天嘛，就是1周断15天的方法。他用了这个方法哦，他说那时候他瘦了2公斤哦，但是他这中间哦累到饿到连蜈蚣都想要吃哦。我是不晓得他家蜈蚣是熟的还是生的哈，反正就是他很饿就对了哦。第二个，他还用了一个方法叫做只吃蛋。那个时候他瘦了10公斤哦，但是那时候他常常健身的时候，因为他除了吃蛋之外，他有做健身嘛，他说他常常会觉得肺都快爆掉了，而且头一直在晕啊，可见这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方法。我常常讲了哈，单一营养素的减肥方法，基本上营养都不会均衡的，一定会有很多后遗症的啦哈。另外，他也有做了生酮饮食，其实可能不用我多讲，大家都知道嘛，把油脂的分量拉到80-90以上嘛。他说那时候有没有瘦呢？有，他瘦10公斤哦。但是他第3天就开始很想要吃糖果了啦哈。另外，他生酮饮食，其实大家也知道，我常常讲哦，生酮饮食你做哦，你真的要很小心哦，因为很多人做生酮饮食做到那个胆固醇飙高，三酸甘油脂飙高，是非常容易中风的哈。另外，他有做了只吃宵夜哦，就是1天就只吃1餐哦，宵夜大概1个小时就吃完了嘛，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常常听168嘛，他也有做168嘛，这个有点像231了哈，不是831哦，831是乐团哦，这个像231什么意思？就是1天只吃1个小时，其他20小时都不吃东西哦。我先讲这个有几个什么坏处哦，就是你空腹的时间可能很久嘛哈。当然，如果你胃不好的时候，你胃酸那么多，你又没吃东西综合它，如果你胃不好的人，如果你做这种只吃宵夜，你可能胃溃疡那些会更严重哦。第二个就是，当你不吃东西的时候，你的胆囊就不会收缩嘛哈。胆囊不会收缩的时候，就很容易东西就会沉淀下来，你就可能造成所谓的胆结石。那如果你是本来就有胆结石的，你可能胆结石就会发作，可能会更严重哦。所以这个是有一些毛病在的啦哈。另外，为什么会有这种减肥的方法？就是为什么会有231啊，什么168减肥方法？大家都知道嘛。你空腹的时间要够久，你才会开始燃烧脂肪嘛哈。因为我们平常的能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血液里面的血糖嘛哈。一定要把血糖用掉，接下来哪里？接下来肝脏会储存一些肝糖。血糖用掉之后，接下来换肝糖上场，肝糖没有了之后，接下来才可以燃脂，燃脂之后才是蛋白质的燃烧嘛，顺序大概是人的能量的利用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所以他想说，如果今天你空腹的时间不够久，空腹个1-2个小时又吃东西，那你血液当中血糖就会一直维持在那边，你就永远都没有燃脂的机会了。好，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有空腹的原理啦。所以一般来讲，空腹至少要5-6个小时以上，你的血糖跟肝糖才会用掉哦，你才有机会用掉你的脂肪啊。就是人家为什么要设计只吃宵夜跟只吃168的减肥啦，但是它其实都不是很健康哦。为什么？我们一个个来看哦，我们一一的来检视哦，这些减肥方法对你身体的伤害是什么哈？好啦，你断15天，这5天你都没有那个吃东西。你的血糖一定不平稳嘛，大家都知道嘛。你长期不吃东西的时候，你会怎样？你自己试试看。如果你平常没有在断食，你早餐开始不吃，午餐开始不吃，我告诉你，你下午的脾气会超暴躁，比那个更年期的妇女还要暴躁大概10倍。为什么？因为你血糖低了哈，所以说你可能会晕眩，因为你血糖低哈，而且你可能会因为你都连水都没喝完，你可能没干嘛，你可能还会有脱水的样子啊。所以他想说，其实不是很建议这种很极端的断食方法，什么吃2天断15天，我其实真的很不建议的哈。另外就是只吃蛋。我先讲哦，单一营养素的减肥方法真的很不好。蛋虽然是蛋白质，它理论上是一个很好的营养来源，但是你知道吗？蛋里面会产生很多的尿素，因为蛋白质代谢产生的尿素嘛，这对你肾脏的负担其实是很大的哦。所以这种单纯只是蛋白质的减肥我真的也不是那么的建议啦短期间可能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伤害，但是长时间一定会伤你的身体，就跟生酮饮食一样它只是有强迫你去燃烧你的脂肪可是就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另外。
你吃油，你的胆固醇的三酸甘油酯一定会升高的啦哈。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些胆固醇或是三酸甘油酯毛病的，你做生酮饮食其实一定要跟医师商量。我是觉得有一点点的危险啊。我常常讲哦，这种饮食在最近可能这几年可能也很多人去做，也很多人说很有效，我也不否认哈。有些人最时从生酮饮食或者吃蛋减低你的体重哦，但是常常讲说我们不要做白老鼠好不好？我们等20年。等这些人都成功了之后，没事的，我们再去追寻他就好了。我不要当最前面的人哈。另外就是刚才讲的1天1餐跟168断食，就是我讲的就是拉长自己的空腹时间哈，让自己的血糖用掉了，肝糖用掉了，才有机会去燃脂哈。这个理论上是 OK， 但是我觉得这个231就是一天只吃1餐这种事情哈。第一个，你很容易在那一餐吃很多了哈，血糖可能突就爆上来了。当你血糖突爆上来的时候，胰岛素一分泌，马上就会形成的脂肪去堆积哈，所以我其实231我不是那么的建议，我觉得168勉强可以，因为很多168其实是可以吃到2餐的啦哈。但是我还是要讲啊，168为什么有些人会成功，有些人会失败？除了体质之外哈，你那个在吃东西的那个8小时里面哈，你吃的什么也是重点啊，不是说那个8小时就随便乱吃，随便乱吃还是没有用的哈。所以最后我要分享一个成功又健康的案例，是谁呢？是谁呢？就是我自己啦哦。我们看一下。好，这忘了，好像1年多了吧，哈，瘦了10几公斤后，到现在，好应该是没有复胖了。我最近也没有在量体重，应该是没有复胖了哈。我想想我的原则是什么？我跟你讲，我大概就是做到4件事。我跟你讲完这4件事之后，你自己再看看要怎么去让你自己的生活习惯符合这4件事啊。第一个啦，能量永远都是守恒的啦，哦，你吃的东西，要么你拉掉，要么运动把它消耗掉，哦，要么就变成东西储存在你身体，会变成什么？就是脂肪啦哈，所以能量是守恒的。所以基本上我吃东西现在大部分都只是7分饱或是5分饱哈。很多人说那我很难瘦啊，怎么办？那就改变一下你进食的顺序嘛。不是常常跟你讲，先吃青菜或者是先吃肉类，它们比较难消化，在你的胃里面时间待的会比较久，你就比较不会容易饿哈。我就是用这个方法让自己7分饱或是5分饱的时候不要太饿，不要太难受哈。所以就是餐餐吃7分饱或是5分饱啦，慢慢的练哈，先减少能量的来源啦哈。那但是一定要均衡的哈。第二个，我也有做一点点的类似168，因为我一天大概只吃2餐的哈。我常常只吃早餐。我早上比较晚吃的，我常常是类似吃早午餐的哈，跟晚餐哦，所以你想想看，我晚餐也都很早就吃了，6、7点就吃了，所以你想想看到隔天早上的8点，其实已经过了12个小时以上了，再加上我早餐可能是10点或11点才吃，所以其实基本上我没有到168，我大概是159哦，或者是140这样子哦，我还是有拉长那个空腹的时间呐，让我的血糖跟肝糖有机会被用掉，有机会去燃脂的哈，这是我自己在食物方面的改变的哈。另外就是我刚才讲哈。你的基础代谢率一定要很好哈，除了能量的来源少一点，拉长一点点空腹的时间之外，另外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基础代谢一定要很好哦。你不要因为少吃东西，因为我常常讲嘛，人是会保护自己的嘛。他发现你吃的东西很少的时候，他就要减少你的消耗，你的基础代谢率马上就下降。所以很多人发现说，我少吃怎么只有瘦前1个礼拜，后面再怎么少吃，通通都不会瘦，那是因为你的身体在保护你自己哦。所以你要怎么做？你要怎样让基础代谢率变高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养肌肉嘛哈。所以我每天都有做运动哈。我做哪2个运动呢？因为我想要这边看起来瘦一点，所以我做的就是核心的运动。我都做什么？爬山式，各位应该有见到过吗？我都这样做。首先双手打开，比肩膀稍微宽一点点，撑在地上哦。然后这时候背部一定要挺直哦，你不能这样子哦，你也不能这样子倒下去哦，就是要直直的。接下来就这样做这个爬山的运动。你知道我每天做多少次吗？我大概都做40下做一个循环，这样子算1次、2次、3次、4次、5次、6次。我每做40下，身就会有一点点喘，心跳也会有点快，因为我做的蛮快的哈。我就会稍微休息一个10几20秒，再做第2次。现在我每天大概做240下到320下。为什么会有差距呢？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你那天的身体的状况嘛哈。比如说你那天有点累，你也不要硬撑，一定要做到300多下。我可能就做200下我就休息了。我那一天如果觉得身体状况不错，我可能就要做到300下。好，我想说，但是我是持续，我每天都有在做了哈。那第2个运动我就做深蹲哈，深蹲其实也很简单哈，大家知道吗？但是我深蹲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哦，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方法哈。我会脚打开，我也会比肩膀稍微宽一点点哈，稍微宽一点点。那我蹲下去，我手会往前，背部一定是这样子打直的哈。另外就是大家都说这个膝盖不要超过那个脚尖哦，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个跟每个人的脚长有一点关系啊，所以不用太勉强，微微的超过是没有问题的。
好，只要你蹲下去的时候，你觉得你的重量是压在这个脚跟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就可以，让你的膝盖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好，我蹲下去的时候，我也不是马上起来，我蹲下去的时候，我会撑大概10秒钟，撑了10秒钟后再起来，然后一天这样大概做10次。好，我蹲下去撑10秒，站起来，大概做10次，这就是我每天必做的运动。你自己做做看，做完其实会蛮喘的哈。另外一个增加基础代谢率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睡饱一点的哈。所以他想说，其实我的减重方法很简单哦。前面我就是吃少一点，吃少一点，吃5分饱、7分饱不会饿的原则就是我会稍微改变一下吃东西的顺序。第二个，我会有轻微的拉长空腹的时间哈，所以一天我空腹时间大概会有14个小时哈。第三个就是我会顾好我的基础代谢率，所以我每天做运动。另外就是我会尽量让我的睡眠大概有5到7个小时左右哦。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长久执行哦。常常讲说减肥，你不要说1个月减了10公斤，就下个月通通胖回来，一点用都没有，好不好哦？如果你想要长久的减肥，就要找一个适合执行的方法。你可以参考我的方法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减肥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坤医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这样子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哦。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请帮我们按一下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的按钮哦，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谢谢大家。